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川，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吴哥好，大家好；支持美田邵逸夫，大家好；立法人荣誉国的三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那最近呢，常常在午后有很多地方都会有强降雨 ，OK？那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是要提醒你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为什么呢？那一个强降雨，尤其对于在台北市来讲的话，对很多的这些地区会不会特别一些的敏感？从上个礼拜，尤其是放一个台风假，那对蒋万安市长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多人都还在讨论这一块？甚或大家会讨论到的不只是现在的台北市，对蒋万安来讲，蓝营的未来的政治明星，那2028或2032，不管你要想哪一块。对他来说，那在未来的这个地方会不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好，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当然最近蒋万安在在游的这件事情，频频炮打中央，甚或直接要包括总统要道歉啦，然后大家中央的官员要负责这些。绿营有很多人就直接讲说，不是台北市政要不要先处理好？频频炮打中央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台风假去解套吗？好，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游的这件事情今天在立法院，你可以看到蓝白阵营在立法院强攻那致癌游的这件事情，要求包括卓奎啊下台很多的这些。但今天礼拜二，那《今周刊》有一篇的报道，在一个内幕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一个关键的会议？关键会议里面明明很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资料，最后在关键会议里面决定要做相关的隐匿，真的有这回事吗？好，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蓝白之间林涛、陈志汉，对，昨天林涛在节目里面打死不说那对夫妻的名字，好不好？但是好像大家也都知道他讲的是谁。蓝白之间真的会因为在竹北，在很多一些地方会出现这样一个裂痕吗？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一点是，好，对四广阳来讲，对万美委员来讲的话，整个风波真的是熄了，还是一路往下延烧的？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最近包括他们家族里面，包括家族里的建设公司，包括地在哪一些地方，为什么会这么精准，被很多人提出来讨论。但对四广阳来讲的话，因为万美委员曾经在节目里面访问，讲到有关于体重，那要不要当兵，是因为当时体重的问题。好，让你听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来，关于这次四广阳的参选啊，他在他的这个声明上面已经有说得非常的清楚。那站在我的立场呢，我个人是支持，也尊重他所有的决定。想问他为什么？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决定哦，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参选人，他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哦。那所有的这个声明当中，他所写的东西，我想我们都必须尊重他。外界质疑您的财产申报有漏报，没有报到劳工财产的申报，我想担任公职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切一定是依法办理哦。劳工海川建设的建案都盖在农建地上面。公司的营运我从来没有参与。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从事公职多年，我也绝对不会用公职去谋取任何的私利。四广阳还没有到除役的年龄，他现在可以再重新来判定体位去当兵。体位的判定，其实在他要服役前呢，一切都是按照相关兵役的这个规定来办理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他是几年的时候是120公斤？我好像那时候提的是110吧，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个120好像是错误的资讯。他是没有当兵，没有错，但他不是去拿什么就是身体健康检查的医疗证明什么，而是他在体检的时候站上那个磅秤，那就是超标，很胖。他那其实我就讲一下哈，他那时候120公斤，然后呢，他一直想减肥，但减来减去还是在110公斤以上，所以他是体位上没有办法去当兵。来，冠廷是好，对，那人总是会有记错的时候，那万委员应该记错了在当时的那个数字，但最起码有一点，你看今天的万委就是在立法院前面，那就是你们大家问吧，你要问家族有没有建设公司的事情，你要问什么，我让你问。可是这所有的问，当然相关就是因为过程当中，那有一些包括四个阳自己出来讲的一些，包括万名委员所讲的那些引起大家的一些质疑，一路往下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万美玲今天是有备而来嘛？每一题看起来都是沙盘推演过的，有一些避重就轻，有一些这个不回答，可是表面上把该讲话讲完了，但是他无法去掩盖一个事实是，其实四广阳已经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是历史上有这个选4亿元选举以来，从4亿元参选人被讨论最长、讨论最高、占用最多版面的一个议员参选人。大家不要忘了
士广阳只是议员参选人，可是这个案子可以延烧2个多礼拜，到现在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最新的一个进展是士广阳在他的社群平台跟大家贴了一篇就是声明，简单来讲就是他不会用国民党来继续选这个议员，某种程度叫做退党吗？好。他的用词就是说，他这个放弃国民党提名，但是后面写继续勤走基行，称请听民意，谦卑反省检讨。白话文就是，我不用国民党选了，但我继续选啊。我跟大家讲，这个是我看连退党或不用国民党来选都可以这么不干不脆。什么意思？因为他妈妈叫万美玲啊，万美玲当议员当立委。我先讲他当议员的时候票数，万美玲当议员的票数那个时候都是2万多票，而桃园市的桃园区这一区的议员8、9千票会上，所以万美玲他当议员的时候是3个士广阳的票数，他可以选上3个士广阳。而现在的万美玲他是10几万票，他可以选10个士广阳，所以基本上士广阳就是会当选。士广阳的议员他用无党籍选还是当选，可是我们大家讨论这件事情是政党的态度。中国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情绪，就是说，我觉得政党当然可以选择挺任何人，可是看起来国民党的态度，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国民党上上下下都说哦士广阳棒，士广阳好，没有要跟着他一起替他所作所为背书啊。可是桃园的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的主委出来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暂时没有要补提名人选规划哦。我们乐观看待各选区选情，也不影响过半席次目标。这句话白话文是什么意思？我跟观众朋友报告，选议员多席次的，每一个政党的盘是固定的。士广阳他不用国民党选，国民党如果展现态度就是我们会补提名，那这样子就会去压缩到你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因为士广阳他一定是拿蓝营的票嘛。你国民党本来提名的席次是这样，结果士广阳退了，你就继续让他退的席次。那代表什么意思？你其实也是在按住士广阳嘛，因为士广阳他用无党选，万美玲会不会继续帮忙？绝对会嘛。他所有的看板是万美玲帮他找的，他所有地方的条他是万美玲的，支持他的里长是万美玲的，一定都是嘛。所以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只是要断尾求生。我觉得国民党今天态度很清楚了，国民党态度就是，好啊，你今天不是国民党提名的啦，从现在起士广阳所有事情不要再叫国民党回应。不要再叫国民党回应，那没有要面对他过去的这一堆争议啊。你说霸凌的啦，有没有迁赌的啦，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开始讲以前跟他的互动这些状况，就这个政党有没有为了他，因为提名这样的候选人，然后这么多的社会讨论，有要表达态度，从没有要继续补提名的人来讲，看得出来，没有要表达态度。你说，如果要是国民党桃园市党部真的要表示跟这个士广阳完全切的话，就是你不要用国民党，我再提一席，我最起码把国民党的席次提满，对，才表示我跟他之间是决绝的。对，现在去看就是没有要这样做嘛。第三个我要讲哦，刚刚武哥您很善良了哦，你刚才说万美玲讲那一段话是可能是人记忆记错，120公斤，对啊，我故意的啦啊。我跟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资讯落差嘛，今天万美玲的支持者或士广阳支持者就可以有一套论述，就可以去讲啊，没有你们都在乱讲哦。可马上网友就做这个影片，瞬间哦，武哥其实他讲完万美玲讲完那一段，今天早上受访完之后，我本来要脸书要写一个文，结果我还没打完那个文章，还在手机在弄的时候，我就看到网友已经剪好那个前后段对照的影片，已经把他在广播讲的话。然后跟他在立法院前面讲的话，两边做对照，就说谎说的太离谱了。我跟大家报告，到目前为止，所有士广阳后来引发出的争议，都是万美玲你自己报的。谁知道他没当兵120公斤？你讲的。谁知道迁赌的事情？你讲的。所以都是万美玲讲的。然后结果现在赖到就是那个说记者你们的资讯有误，就是万美玲故意的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让他支持者至少有一个说法好，最后我要讲那现在到底在干嘛？士广阳议员，我认为还是会上了因为他要的票数就不多嘛。可是现在其实很清楚了，都不用士广阳出来，都是万美玲出来。因为其实立委选举在1年多之后就要选，选完市长、议员、里长，1年又1个月就要选立委。
这个事情伤的不是四广的议员选区的选情，是万美玲的立委选情。万美玲这一区以前民进党也赢过啊，也不是没有赢过啊。所以万美玲她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好啊，那她出来，至少让她支持者觉得说我有面对。那今天早上，假如老实讲就是出戏嘛，把所有的问题 Q&A 备好，然后所有的该外界的质疑都没有回答，可是表面上有回答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战略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整个一路烧到为什么四广阳在昨天会有一篇的声明是讲说，那他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名。好，那刚才冠廷党说这个反正不提名，但是呢，只要是用无党籍，他应该还是会当选。但重点是伤的会不会是万美玲？那他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名。好，那刚才冠廷党说这个反正不提名，但是呢，只要是用无党籍，他应该还是会当选。但重点是伤的会不会是万美玲？可是还有一个，万美玲伤的，第一个是不是立委选金？第二个是不是应该算是2030吧？因为立委的票数高低可能会影响到2030要不要去争取国民党在桃园市长这一仗。但是现在一路烧出来的资讯不只是这个哦，冠廷是会不会现在看起来不是四广阳的议员的问题？等到了万委员的立委的票数的问题，再来，现在看起来，连他们家族里面，好，你说那个像万美玲委员的老公，他的建设公司，建设公司的地在哪里，所有地方，他的每一个建案都会被大家拿出来再检视，这个就不是单纯在检视四广阳你的体重要不要当兵，你有没有霸凌。第一个，我们乐见大家所有人对霸凌这件事情说 no， 然后大家用很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在解释这个啦，现在变成全家族，大家媒体有人用一锅端，会变成这样吗？没错，一个政治人物搞到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群体，然后不同的视角，开始在查你身家的时候，就代表你的仇恨值已经很高了。所以代表四广阳，无论是霸凌这个事情，还是之前这些争议，已经大家有民怨了。所以其实报这些事情很多都不是民进党。很多甚至是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资深记者啊等等，他们去挖掘出一些资讯。万美玲现在面对的第二个争议就是，你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从政，你在表面上争取建设，实际上是不是在图利你自己家的财产？第一个就是她老公海川建设相关的建案。我今天来节目之前做了一个表格，因为陆续大家有做了很多的图表啊，可是因为画的地点。我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的精准，所以我做了一个表格，我们持平的跟大家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先跟大家讲简单来讲，海川运是不同期的建案，那因为上面是农建地，所以容积跟建蔽率不能做容积移转，所以无法盖得很高。那这到目前为止没问题，有问题的地方是我给大家看这几个建案共同的特色。第一个海川运的一期，它在2014年推出。2013到2014年新建，它就这么刚好，在万美玲以及桃园的很多民代，大家都在推动的铁路地下化之后，因此有了5、6站的新设的火车站，就在新设的中原站的旁边1.2公里。什么意思？如果没有铁路地下化，这里不会有新的火车站。所以我们之前在讨论层次是说，这里本来是一个。这个路上行走的铁轨很吵，那因为地下化了之后变不吵，当然价值会变高嘛。就像我现在住在莺歌的房子旁边有铁轨，如果这些高交地下之后，一定会让它就是房子的价值提高嘛。可是不止这样子现在是他的房子，第一个海川运这个建案旁边，就这么刚好在中原站新站的旁边。第二个海川运2期在哪里？中原站新设车站旁边700公尺，海川运3期。也因为铁路地下化之后，平镇站的旁边1公里，海川运5期在平镇站旁边的700公尺。我跟大家报告，中原站、平镇站都是铁路地下化之后的新设车站，就这么刚好，就是我的建案，然后旁边就新设车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现在被财产申报看到的，他在中平段旁边有房子，就这么刚好。他在中平段旁边的房子，张善政上任市长之后，第一个办重划，把公保地解编，
公共设施保留地做解编之后变成重划区，也在中评段，才价值又上升了嘛。所以就这件事情全部搞在一起，我跟大家报告，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资讯没办法让万美玲一刀毙命。可是观感会好吗？不会好，因为我要强调，万美玲的选区是桃园市的桃园区，我很熟悉，是因为我的选区跟他的选区是一路之隔我们樱桃路过去就是，然后他们桃樱路过来就是我的选区，所以这个选区现在新搬进来的民众很多，大楼也非常多，然后老实讲是整个桃园市里面，我认为最受风向所影响的一个区域，所以万美玲这些争议，他现在采取的做法都是说我没有干预我没有介入。可是人民真的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对他当然会有损伤。因为 Thank you， 我们这样来讲好了。第一个兵役问题，真的大家本来不知道，真的是那天在专访以后，然后大家才原来这样，然后120公斤，现在又蹦出一个110公斤，这些事情会不会在一个危机处理上，就是大家常讲的，就像刚才万民委员在面对镜头，这时候会告诉你说，没有啊，他是个独立参选的个体，所有事情应该他自己回答，那我也尊重。但那天大家就是第一个就讲说，那专访你就讲了太多，是应该四广阳自己来讲的。可是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大家就一路烧。但这还是四广阳的事哦。刚才讲到那个他们家族里面，她老公的那个建设公司的地，然后所有这些好。冠廷刚讲了一件事，第一个讲公保地、公共设施保留地，最近大家在问说，那个一般人大概因为这个当时已经动了大概40年左右。那或是这个建案，你说海川的建案，在那些不管是你说地下化的那个车站旁边的一个政治人物，在公与私之间，刚才冠廷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叫做违法的问题，但那个观感或是老百姓在怎么样看待你在争取民众福利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看？我们讲国民党大概分成2个部分中央的这个意识形态集团以及地方的所谓地方派系，金权钱那有些人过去国民党自己在打自己的时候说这个叫做黑金政治，然后但是加入国民党就不再黑金了。那具体黑金是怎么结构呢？黑不外乎就是黑道，然后这个刑法有关嘛。那金当然就是金权结构、金权政治。如何透过政治权力，我之前讲的一个名词叫政府支出变现。那这个政府支出变现，它有很多种方法。我们检视的是你是不是为了自己，或者是大部分是为了自己。那么在这种土地重划里面，自然就是地方派系专有的嘛。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台北的朋友比较难想象。温到底家，以前有一句话叫"此路为我开，此树为我栽"。所以呢，我家既然在这里，所以交流道就要经过我家的交流道出口就要经过我家。那这一区最大的医院就要盖在我家对面，然后所有你们想得到的福利设施都在我家周边。可是呢，这个外面的人看，你这个叫做土霸主地头蛇，但地方的人看，我一辈子期待这个变更，40年了没有变，你看万美玲一来就变了，那给他赚一点又何妨呢？所以它的关键在于说，我们对于他的道德批判这件事情，能不能打破他这一个利益相关团体的过半选票？所以这个本质上的冲突就是这样子。你说你当然让探钱，你也想呢？伊边啊有可能3-5千人甲伊公家好呢？较早1分地3000，拗产种3死3，海水咸咸。可是呢，如果这里发展起来了，一坪3000。较早1分地3000，现在变一坪30万，眼睛闭着也投给他。这个是我们遇到的政治难题，就是说这种非现金型的政策买票，由地方巩固的方式，其实是很吸引部分选民的注意的。好，那这个万美玲本来做这样子的，我们说地方老大，其实是蛮厉害的。怎么看他厉不厉害？你看那个。他从议员爬到立委选举的时候，我问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对手是谁？你看那个他从议员爬到立委选举的时候，我问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对手是谁？莫名其妙就赢了。记得上一次桃园是。他跟谁选他跟谁选？桃园后来上一次是桃园6个都是国民党当选嘛？对，就最惨2024那一仗嘛。是，对啊。万美玲她能够在那种100-200人、200-300人同时选的这一个总统立委大选里面，我们讨论不到她。大家有没有去过万美玲的竞选总部？
小弟不才，我刚好有一次啊，这个助选的时候经过，那个细口链灯是大楼，然后是从化区那个灯都很漂亮，但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凭第一声雷，砰，地面上的一个什么接待中心，就像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接待中心一样，建案的接待中心。所以呢，你走进去，一般来讲，我们要去，比如说卓冠廷服务处，你走在大楼旁边啊，这间是右转进去就到了。你远远看到万美林服务处的牌子，要走到他门口啊，大概要3-5分钟。因为那种接待中心外面有停车场嘛，有车阵嘛，所以你要这样子走才走得到。然后它上面大大的招牌，猪肝红色万美林竞选总部3层楼高，没有人会讨论它，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伤害别人嘛。他没有政治攻防嘛，他没有左边林佩强，右边罗志强在那边赖清德，我不会屈服的，我们桃园乡亲不要赖清德，不会嘛，他不会做，所以他其实躲得很好，选情也一直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相对争议的这个政治攻防的这种高张力情况下，他可以拿非常高的选票去当选立委。那问题是，他这一次提名释广阳，乃至于到现在被揭发所谓土地重划变更，一共犯了3个错误，是老百姓比较不能接受的啦。第一个叫做传子不传贤。你说，难道绿营、难道白营没有那个？不是有很多都有家族政治吗？传子不传贤的意思是啊，你的子不贤嘛。如果像日本，他们从明治维新之后改组啊，什么烦什么烦的。到现在有那个政治7、8、9代的呢。可是为什么人家继续让他做？因为他从小培养他啊。如果做坏事道歉下台，还有结束生命的，所以他们在传的过程里面，他们的经验是累积的嘛。那请问一下，万美林的经验有累积到释广阳身上吗？还要万美林不当兵，所以释广阳不当兵哦。真的，这个经验不是正面的累积，所以传子不传贤。你如果要传子，你要告诉他是贤的。那如果你的子不贤，那就。我觉得这个就不太适合大家推荐。那另外一方面呢，叫做做错不道歉，有道歉呐，释广阳道歉呐，对啊，可是发言人是万美林立委啊，他今天做的所有的争议，一下110、120，这个本来前一天说120公斤，那隔天说140公斤，我都在想，万美林老师啊，如果开一个减肥中心，我都会去报名。一天10公斤，要紧来！我来讲，连张义善、王义川，我都排队报名。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夸张了啊！你说你有没有说错？他没有呢，他是说媒体记错，是你们说错呢。不是，从头到尾，儿子是你在顾，参选是他在选，那关我们什么事？所以，当他遇到这一些争议的时候，他目前为止的定调就是我没有要讲真相，我在继续玩政治攻防。所有的道歉，你注意看哦。今天我跟上一夫吵架。你走路不会看路哦，讲话大小声，耳朵很痛然后现在人家说好了，让他一下，跟他道歉跟冠廷、苗博雅跟张一善说声抱歉。我跟上一夫吵架，影响到大家了。上一夫听了什么心情？你总是好，你给我用你不给我道歉，你给社会道歉，给社会道歉有效益，你就带恁囝来给我道歉。今天是霸凌事件的加害者在向社会道歉，而不是向被害者道歉。道歉的过程我们得到的资讯是。万美林女士打电话给受害者的家长，据说过去也是地方的记者这个叫道歉。那个被害人他要的不就是一个，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知道你做错了，你对于你过去所作所为感到后悔，而且未来绝不再犯。他坐在家里等半天，没有这个讯息所以这个道歉是为了选情道歉，就不是为了做错事道歉嘛。他今天就是评估了说这样那些他第一时间他不是今天才烧，不是这阵子才烧他3个月半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讲他什么外送专员，叫人家问人家是不是出车祸，然后小时候涂白叫什么，那个都是累积3个月半年以上的，不是这2个礼拜的事情所以他过去是都没有道歉的，他也没有试图找任何一个受害者说我原谅了，理解了，没有所以他是为了选情道歉嘛。现在的退党也一样，你做错什么事情要退党？你说是中国国民党开除你，还是你要退党你退党的理由是还不是为了选情？不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人讲说，你再这样子弄的话，我们其他选的人有压力呢，我台北的有压力呢，我中央的有压力呢，他还是为了选情所以他做错不道歉这件事情，最主要是针对被害者，他们不道歉。第3个叫做自私非公义啦，我们讲利益回避这件事情，大家都听得懂嘛？那利益回避当然还是有分成合法跟非法的。那非法的其实非法的就抓去关也不用讲，合法的叫合理
利用资讯差，就是我预期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问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的时候做过一则新闻，吴思怀老婆的股票买高端，大家抨击，蓝的先打绿的买高端，然后接下来绿的说你老婆也在买，为什么高端会被打？因为大家预期这一支股票可能会赚钱或赔钱嘛，所以他提早入场卡位嘛。那对我来讲，就是高端是不是一个公益的东西？当然是啊，国产疫苗，我从头到尾都在讲它的好话呢。那你说我是为了股价在讲吗？当然不是啊，是为了国人健康，国人的百姓健康在着想啊。可是当年在买的吴思怀他老婆出来道歉，也没有啊。他到底什么时候进去卡位的？我们有说这样子是犯法，也不会。但问题是观感不好嘛？你是提早知道资讯进去卡位，还是看好未来长期远景发展？你讲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道德批判跟媒体的这一些话语去跟他讲说，我问你，万美里这里有一块40年没动的这个叫做中平4地重划，为什么张善政上来不是最繁华的地方，不是最颓废的地方，不是交通最阻塞的地方，而是这一块40年未减动的地？在张善政上来之前，他选择先帮这个地方做，理由是什么？那当然万美玲他会讲他的理由嘛，但不免就会让人家觉得都贺领导我你也得一大堆，今天王一川说这菜价3000高8倍，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他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周边？那大家观感好不好？换个方式讲。就算这个重划照顾了那个地区的人民，那其他人看在眼里呢？我家也在等解冻啊，我家也在等重划，我家也在等这个什么老屋翻新啊。那为什么是那里先？你桃园市政府有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公信力足够的一个说法？不然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在图利万美玲及她的这个老公的建设公司嘛？所以综合以上3点啊，万美玲不得不断尾求生。那士广洋会不会选到底呢？我认为啦，从这一阵子我的观察啦，士广洋本身并不是一个抗压性很强的人，其实也是他爸妈不想让他扛太多，所以选择用这种最低的。你要想，我在2017年参选议员的时候，我还记得2017年10月23号，我第一次走进年代电视摄影棚的大门，但是是在2楼，时任的主持人张启凯，我第一次上电视。哇！你知道那天回去我写一篇日记，我好感动。我上电视，我几万人在选竟然有机会上电视，我去林南，我畅所欲言，把我高雄所有的抱负都讲出来。你士广洋全台湾都来找你，我只能从影片看到你，我怎么知道你未来当议员的表现如何？所以士广洋，我认为现在是退党，退党是为什么？是为了还在观察，就看看我倾听民意，走访地方，还要不要让我选呢？可是我认为这样子的压力持续下去啊，我猜他会退选。士广洋，我认为现在是退党，退党是为什么？是为了还在观察，就看看我倾听民意，走访地方，还要不要让我选呢？可是我认为这样子的压力持续下去啊，我猜他会退选。OK， 你觉得他会退选？后面压力如果再往下的话，我认为他现在压力就很大了。OK， 但是委员几件事情，第一个刚讲到那个为了公众利益之间谋福利，但是自己如果也在里面。我们先不讲有违法，违法当然就抓去关了，就不用讨论嘛。可是这些会不会有瓜田李下之嫌？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这种事情，一个政治人物还是应该要避？我们讲白了，就是那个中评段所有这些公保地这些事情，是不是要避？这是一个。第二个，以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万美玲家族委员家族现在是在做危机处理吗？士广洋该不该退？不是只是不接受国民党提名，而是到底要不要退选？现在一路到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建设公司，所有这些，甚或万委员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些，他们现在该做什么样一个危机处理？做这些，徐小新今天直接说，士广洋说不要国民党提名了，赖瑞荣比照办理，应该吗？我先讲哈，因为士广洋他是本人如果是在求学时期，然后有霸凌的事情，那他有几件他自己其实是有承认跟道歉的嘛。那赖瑞荣是他的孩子，然后在学校的霸凌，那我觉得当然程度上不一样那所以我觉得不太同层次啊，因为如果这个候选人本身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不是他要不要退选或要不要退党的问题，他自己其实接下来路本来就很难走那当然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那个万美玲委员，我觉得这一次的士广洋的事情。现在的确已经不在士广洋本人身上，他本人的确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危机必须要度过
那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牵扯到整体，包含万美玲委员的这个财产申报的事情，还有他这个老公他这个建设公司的事情哦，所以我认为其实万美玲委员可能也要去思考这个时刻哈。或者是类似的质疑，可能真的要开始准备了，因为就算这个时刻大家突然度过，突然发生另外的事情，大家不讨论的，但等到下一次万美玲委员选立委的时候，那或者是跟刚刚大家讨论有点在更久之后的事情。对，2030会不会？因为2022的时候，万委员也要争取那个桃园市长。对，我知道。我说，当然，未来如果就任何人如果真的要再往上一步的话，这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哦。那回到根本哦。现在万美委员他们这个家族老公他这个财产的事情啊，包含在这个所谓的离车站很近，刚刚冠廷讲的哦。那当然，这个在当时在开发的时候，然后它这个距离有些1.2公里，你说它很近吗？走路其实走有点困难，但我知道那边骑车人或开车很多，当然有一个比较近等等。那时候我觉得建设公司他们就是在地的一个建商，那你说铁路要地下化。或者是未来要建这个捷运站或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计划20-30年前可能都出来，我以台北市而言是这样子，但大家敢不敢赌一把？因为包含就是其实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盖嘛。那包含中屏段的一个解编也是一样哦，它是在没错是张善政时期解编的，但是是郑文灿时期提出都市计划的嘛，对不对？然后包含铁路地下化也是一样嘛，所以它当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然后而且中屏段其实万美玲委员跳出来讲，他家并不在解编那个永保町那部分，然后而且他是30年的老屋哦，所以当然我觉得。你说哦，我老公这个开建设公司，刚好就在我的这个选区或者是相关范围附近做投资，会不会有瓜田李下的这个嫌疑？当然，我觉得啊，这是政治人物原罪，大家都会认为就是说这样子好像我哪知道你是不是有提前拿到资讯等等，所以这政治人物应该面对的。那你当然有些认为就是说我不想有这些争议，我就不在我的选区或我的职务范围之内去做类似的一些资金的问题嘛。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在这边的话。目前是合法没错，但是我觉得一样还是会被大家挑战，这是万美玲委员必须面对的。最后讲一下四广阳的部分哦，当然现在是退出国民党的，对，那看起来以目前的宣言，好像要无党籍持续选哦。等一下，他好像没有退出国民党，对啊，他是不接受国民党提名，放弃国民党提名，放弃国民党提名，就接下来就就没有政党推荐，没有国民党推荐，然后无党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竞选哦。那我必须讲哦。他现在争议其实还没解决，那他要持续选，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选上。有人认为他地方实力很强会选上，有人认为说这个几乎没了。但的确以这次蓝营在桃园区是超额提名啊，因为过去提7席，这次提8席，然后再来就是他持续这样选哦，老实讲真的是很有勇气啊。就是我的话，我一定是禁不住的，因为我会面对很多不同挑战，不断这样子。如果我没办法解决的话，老实讲，我会觉得选不下去啊。所以这部分呢，他选不选是他的权利，但你说他持续选会不会影响到蓝军的选情？我认为他如果没有讲清楚、说明白的话，当然会影响到蓝军的选情。那当然，他如果今天即便是没有挂国民党党籍，他能一一的去回应，一一把这些质疑、争议，有些该道歉，有些该说明清楚。如果正向的回应的话，当然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讯法。哦 ，OK， 我简单补充2点哦。第一点就是徐小新在害万美玲啊。徐小新他逻辑是说赖瑞隆的儿子有争议，所以叫赖瑞隆要退选。今天是万美玲的儿子有争议，那万美玲是不是要辞掉立委？不是吧？这扯太远。是这样，是赖瑞隆儿子要选议员吗？是万美玲你儿子要选议员所以这个逻辑不通嘛哦。第二个我稍微给委员一些资讯哦。当然你都可以争取建设啦，你当然都可以说都是延续性的啦。然后你说1公里啊或700公尺远不远，见仁见智啦。但我认为一个车站以车程开车5分钟、7分钟、8分钟，这算很近啦。一定对于附近的整个整体的房价一定会有带动嘛。但我要谈的是。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去查了一下。刚刚我讲这个海川运啊，我举海川运2期为例，我们没有查到海川在2015年，大家记得2015年这时间有持有在这上面的农建地。2015为什么很关键？2015年这一年是桃园市政府正式启动整个铁路地价化的可行性评估，因为地方可行评估完之后，才会到中央去核定可行性评估。铁路的地价都是如此。好，同一个年份，2015年哦，有一个姓释的人，因为上网公开资讯，我只看到姓，这个人就刚好姓释，在海川2的基地内买了很多土地。
啊，这个姓4的人，我逐一比对他的面积之后，就这个富强段18之9号的地号，就刚刚好跟万美玲2025年财产申报上面，她老公视同是持有的土地面积相符。就这么刚好嘛，就这个说已经不是瓜田李下问题，是就这么刚好。桃园市政府启动可行性评估之后，假如我想这个姓4的这个人就是你的老公，那这不会有问题吗？那当然观感会很差嘛。OK。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件事情已经烧到一发不可收拾嘛。因为本来，好了，有人说如果万美委员那天没有去专访，有很多事，包括兵役，包括很多事情，大概。而且后来不是还有台风的问题吗？一大堆的这些的事儿，大家其实不会讨论这件事啊。没错，这叫公关危机处理的失败的案例啦。我为什么这么讲？一开始是小时候的霸凌啊，四广阳出来录了一个录影带，录影带里面讲小时候赌博的事情。陈雪生委员说啊，谁小时候没有偷东西的问题？然后他妈妈出来说啊，他还有兵役的问题。本来只有小时候霸凌的问题，现在变成有小时候霸凌、赌博、偷窃，还有当兵役的问题嘛。现在变成有小时候霸凌、赌博、偷窃，还有当兵役的问题嘛。而这些问题。说真的，今天徐小新说啊，那个赖岳荣要退选，如果他放弃民进党提名了，如果今天四广阳只有8岁，他还是小时候，我们不会去讨论他，他没有资格参选，他也没有资格，甚至我们为了保护这个小孩，我们连名字、照片都不能提，不能放。这所以标准不要这样乱放嘛。四广阳今天他就是要参选。他的参选已经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困扰嘛？就问张善政有没有困扰就好了。今天张善政人家问他四广阳问题，说你可不可以问一点正面的问题，表示他认为四广阳的问题对于张善政来讲，对于国民党来讲都是负面的问题嘛，已经变成是国民党的困扰，所以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的主委才放出风声，有可能要撤销他的提名。现在问题来了哦。本来如果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用撤销提名，我觉得叫国民党对于四广阳的事件，他认为是负面的事件，表达一个立场嘛。今天你让四广阳这个所谓的放弃国民提名，你没有表达立场哦，是我不愿意加入你国民党哦，你国民党我不可能国民党我把教授给调了，所以我要继续勤跑基层嘛。四广阳没认错，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提名有错，所以要撤销提名。这不从政党到个人到家族，都到目前为止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有错的，不认为这件事情有错的，为什么是负面的事件？为什么你张善政认为是负面的问题，而不是正面的问题？所以啊，国民党知道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处理，而让万美玲去处理嘛。万美玲跟地方党部处理的结果，就是让所谓的放弃国民党的提名，但是没有要放弃参选啊。而如果万美玲坚持四广阳要参选到底，说真的啦，以他们家的实力啦，他在家里躲3个月，他照样当选啊。问题在这里嘛。他的票就不是靠网络这些票嘛，他的票就是靠他妈妈这些票，他不需要去拜票嘛。他现在最好的方法呢，买一张机票出国啊，投票一天会记得回来就对啊，这样就当选了，这样就当选了，真的不用怀疑，他们家的实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力。OK， 民主政治 OK。所以问题不在于四广阳要不要当选的问题，会不会当选的问题嘛？问题是万美玲，你开始要考虑你自己的立委连任问题嘛？你觉得？当然啦，他这一次连任的时候，我查出来了，像11万多票嘛。他对手大家都还忘记什么名字嘛？我刚才看了，我现在也忘记了。没有了，范刚祥。范刚祥一个环保的议员出身的啦。范刚祥他得票不多啊，所以他这一次如果因为四广阳的事件，不要认为他这很强哦，他跟郑宝清选的时候就只差几千票了。所以只要民进党如果提出一个适当的人选，
那万美玲因为这些风波，再加上现在已经不只是烧到四广阳的问题嘛，是烧到他们家族的利益问题嘛。然后你四广阳即使在选前都不出现，他还是要当议员吧？现在已经不只是你万美玲每天都要经过立法院，你儿子每天要去议会啊。那你儿子在议会每一天的表现，会不会变成是万美玲你所有的包袱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万美玲最好的策略就是让你儿子退选啦，因为我们知道。四广阳的退不退选的问题，绝对不在国民党啦，也不是在地方党部啦，也不是在这些议员的这些焦虑感啦。他们当然焦虑，因为12席应选12席，提名了9席，蓝白加起来啦，包含这个副议长的女儿也要选，总共9席。他们原本7席一定会掉2席嘛，所以桃园市的议员会不会希望说四广阳赶快退选？而四广阳如果不退选，他在议会的表现，再加上如果国民党掉的2席、3席，他们如果把这些账都算在你万美玲身上，那你万美玲下一次在桃园市的这个你们家族的相关的这些利益，会不会因为四广阳的问题烧到你立委问题之后，然后全部变成一场空？但阿苗，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四广阳就真的跟你讲说我退选，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嘛，包括家族的这些，刚刚讲这些全部都结束了，包括四广阳自己，然后那你们说他有没有曾经有过霸凌的一些，包括还有人要讨论他兵役的问题，所有这些全部结束是吗？这个其实四广阳的问题哦，不会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会是万美玲一家的问题，其实它呈现的是国民党长期的问题。这个正二代当然蓝绿都有哦，这点不用否认。但是你要看到国民党的正二代里面奇葩的特别多，就是说并不是靠他的个人出众的能力，而是靠着家族的庇荫的。这样的人在国民党上上下下到处都有，国民党的党高层里面，国民党的县市长级的人物里面，一直到地方上的这个议员，甚至到里长，都有很多这样，就是。什么条件也没有，就是靠家族庇荫嘛。你说这个四广阳今天如果不是姓四，也不是姓万，不是出生在这个家族，不要说选议员了，完成学业都有问题嘛。你知道这个被他霸凌的受害者才在网络上整理了这个四广阳的相关的学历，哇，你一看真的是，你一看这个学经历的历程，就知道这个人的家庭背景绝对是很够力的。你看幼稚园目前他们还没查到嘛，小学看起来还 OK， 但是呢，到了中学国中部的时候，因为霸凌性平案，转到另外一个国际中小学的国中部然后呢，后来在一开始念高中还是念私立的，但是因为出了球板主投的事情，转到另外一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这家私立学校是挤破头挤不进去的哦。但是会去收一个，因为那时候有球板主投的事情转进去，你就知道这个家长一定很爱这个小孩，又很够力嘛。然后呢，转到了这个在这边又没办法待下去，又要转回到桃园国际新兴国际中小学高中的普通科啦。然后接下来到了大学时期也是真理转元智，再转台北大学社会系双21前休学，再复学之后毕业。这些过程当中有网友戏称这叫做以前孟母三迁现在是万母恩迁就是为了他的小孩从头到尾搞了这么多事情。那我就请问，像这样子的一个青年，还没有痛改前非，竟然有机会出来选议员，那不是因为他妈妈就是万美玲，还会是因为什么缘故吗？那国民党党内这不是一个孤立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案例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事后的处理，他发表了，他不要国民党的政党推荐书了，他连国民党都没有退，更不用说，当然也没有退选。他们在打的是什么算盘？很简单，从现在到11月28号投票日的时候，还有好几个月。这新闻慢慢冷却下来之后，四广阳还是可以靠着妈妈万美玲的这些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庄脚顺利来当选他也可以吊车尾当选，仍然是一席议员背后的布局是什么？背后的布局就是他们家有人要接立委嘛。你说万美玲的小孩出来选议员，代表的就是以后就是要接万美玲的棒子嘛。为什么要接万美玲的棒？因为他们家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好生意
这个好生意要继续兴隆的话，当然在政坛上也要有人啊，朝中要有人啊。这是国民党从戒严时期到民主化，现在总统职权30周年，其实还是不断在复制的模式。大家可以去搜寻网络上，你打几个字"裙带资本主义"这6个字，你找出很多论文可以看。一般我们讲资本主义是什么？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大家一起来竞争，有本事的人就赚钱，这叫资本主义。前面加的"裙带"2个字是什么？是靠关系赚钱的资本主义嘛？网络上你打几个字"裙带资本主义"这6个字，你找出很多论文可以看。一般我们讲资本主义是什么？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大家一起来竞争，有本事的人就赚钱，这叫资本主义。前面加的"裙带"2个字是什么？是靠关系赚钱的资本主义嘛？那关于裙带资本主义，我们浓缩成白话就是3个字：黑、金、权，3个的交互作用。黑是什么？拳头跟暴力嘛。拳头跟暴力鱼肉乡民，让地方上的人不敢讲话。金是什么？你有足够的资本，你可以操作土地，你可以操作别人玩不了的游戏，你有钱嘛？但是黑跟金有弱点啊，因为检警调看到你违法的事情，他会介入嘛。你一些游走灰色地带的东西，有可能会被公权力当头棒喝嘛。所以第3个力量权加进来非常关键。你有了权力之后，你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消息。你的眼光会永远比别人更精准。别人看不到的利益，你有权你先看到；别人压不下来的事情，你有权利，你可以把它压下来。那今天释广阳他在这个黑金权的序列，其实他还排不上名，他就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的恶霸嘛。但是从这里其实是一个冰山一角，大家可以去检视啊。中国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有前科的？甚至现任的公职里面有多少人是法院判决有罪的？他们每一个都好好的没事嘛。所以万美玲心中一定委屈啊！奇怪了，他那个立法院的同事贪污已经被判有罪了，还在做立委，为什么我万美玲的儿子对他们来讲只是霸凌，就还要退选？你看他现在态度就是这样子嘛。那当然，你说蓝营的支持者可不可以接受？或许他的道德标准里面觉得这也没什么。但是我要讲的，以这个从政人员的角度来看，我是非常痛恨这种黑金权交互作用，然后用家族去庇应这些根本不够格，甚至品性都有问题的人，来持续的担任我们公共服务的职位。OK， 那尚国，你最后麻烦这件事情。如果以您活化石看过这么多，不管立院啦、议会啦这些，如果您要给万美玲委员或者释广阳他们，你会建议他们未来到底该怎么做？现在看起来整件事情已经变成不是一锅端了，是变一锅粥了。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件事情要对社会有交代？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家族政治生命要怎么样，你觉得那是他们自己家族要考量，你会给他们怎么建议？这整个事情，第一个。释广阳就退了吧？你觉得最起码应该要先做这个质询？要退了，因为释广阳就像那个625的三叔嘛，你只要三叔摆在那边，你就想到625的水灾嘛。对，蒋万安就是一个受伤的记忆嘛。那你释广阳在那边，你就是想到万美玲嘛。万美玲曾经。他儿子曾经做过什么事嘛，就摆在那边是个记忆嘛。所以我说就退了吧。退了，反正家里有建设公司，有什么好好去学做生意嘛。隔一段时间认错了，彻底改变以后再回来，隔个5年10年有差吗？先去当兵急什么嘛？我觉得一点都不急嘛。然后去当兵也是可以啊。我说一点都不急嘛。那个27、28岁你。一定急的这一次要做什么嘛？好，第一个嘛，好，第二个，当然，大家会探究的是地下化那一排，地下化那一排的问题啊，地下化那一排的问题，坦白说一句话，我相信事情大体上也有人不愿意继续延续下去了，因为我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嘛，请问你地下化是谁？高价谁喊停去规划地下化？
是民进党郑文灿哦。对啊，民进党郑文灿哦。然后在进行可行性评估的时候，事实上就是那一个道路里面土质怎么样去规划可行性评估嘛。它是2016年2016年12月被核定的嘛，就交通部核定嘛。那你可行性评估一定是之前就在研究了嘛？2015启动，那一定是嘛。那他们土地刚好2015年买，对不对？所以习教在。可行性评估什么一大堆，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其实我讲一句话，那个沿线也不是只有他们家而已啊，只不过是你就是回去怪你儿子啊，我爸也不能怪他儿子啊，谁叫你们要让他出来选嘛？对，谁叫你要让他们选嘛？然后你从可行性评估的时间推算，很多啊，就光他们家了。很多土地就是在可行性评估那个阶段里面，那就告诉你，他们的消息快嘛，什么人消息快？能比议会快吗？能比市政府快吗？最快的一定是市政府嘛，因为市政府在评估嘛，委托嘛。第二快的一定是市议会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建商就比较晚一点了啊，就是说为了要做那个地下化工程的那一个会晚一点。那你说要炒土地，不就趁这时候吗？最简单的，这只是一小段而已了。以前从南炒到北不是很有名吗？高铁周边，然后，行政院院长火了，把路线偏了一下，一堆人哀嚎。就这样啊，但是就是说你还是有风险嘛，你路线到最后偏掉了，你就是有风险嘛。但是他们就投资精准啊，能说什么？但你要抓到他说他具体违法，很难，因为你可行性评估嘛，我知道消息嘛，我去买土地嘛，你要抓到他有点难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具体的市政说。有人泄密，未来可能怎么做很具体，否则是有一点难。这是观感问题，观感问题啦。当然，然后还有一件，在立法院就少问一点吧，好不好？他就是6月18号问的嘛。但为什么6月18号跑到交通委员会呢？因为刚好审查铁道发展基金，铁道发展基金。很清楚嘛，铁道2个字嘛，地下化跟铁道有没有关系？它就是铁道的地下化嘛，他就去问了，说你们延很久，你们卡了多久？你们赶快，大家就会联想嘛。我就觉得一件事，第一个，该把那个财产申报里面去更正该罚的罚一罚，儿子不要选了。第三个，那个土地上面的事情，这个厘清完了以后啊，就少做一点。有涉及到可能利益上面的事，否则万美玲你还想选市长吗？你还想选市长吗？你去买的一些土地跟买的一些那个公保地，那个真的神准啊！你怎么知道张善政会解编呢？好，你买了解编，不要忘记哦，我们想一件事，2022年他想不想选市长？有啊，他有争取啊。那他当市长会不会解编？你往前推算，他买了5年，张善政有当5年吗？没有吧？如果市长是他，会不会解编？那问题更严重了。你买的土地你自己解编，那会不会更严重？所以今天最简单，也许他当了他就不解编了因为要避免有任何利益上的问题。没有，他当了可能会加速铁路地下化工程，没有不晓得嘛？对吧？就是你要往上走，你必须把这一些都拟平掉，你一定要拟平掉，否则讲一句话，你注意看哦，牛许婷的反对罢免票少了1万，万美玲反对罢免票少了2万，他原本11万，结果反对罢免票剩9万多。那涂醒哲反对罢免票比他当选票数还多，涂选举还多。好，所以你看到了就是说，
万美玲的虽然拿了11万票，但是对他的支持积极程度，至少有2万票不是那么积极的、哦。OK， 不是那么积极的哦。然后，基本上2022年原本我们都知道嘛，是那个谁啊，邱奕胜想选嘛，对啊，议长。然后邱奕胜下到不选嘛，然后就有万美玲啊、吕玉玲嘛。邱奕胜挺谁？邱奕胜是挺吕玉玲的，不是挺万美玲哦。那就回过头来讲一件事，你认为邱奕胜面对士广阳这一件事情会不会有意见？他还要选议长。国民党的提名每一个人每一张票，少1张少2张，他必须心里有数他必须心里有数所以你说士广阳的事件。最好退选，否则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士广阳，你的家族被全面性检讨、检视到铁路地下化周边，持续过大，有多少人会觉得你们惹的祸真大？这整件事情看起来一路延烧，那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有停止的一个迹象，未来到底还会怎么样？会不会还会有其他一些讯息？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 ，Thank you， 国内的政坛分分合合。最近你有没有觉得柯文哲动作很大？他还跑去专访，专访以后什么都讲，连赖清德一上任就关他什么什么这些，然后小英请他吃牛美，讲了很多这些。然后有人讲说，你到底是要释放跟绿营之间？大家未来的合作空间还是怎么样？因为他说，如果要是当时不是这样什么的话，那台湾政坛不会这么乱。他到底想干什么？但除了这个以外，你不要讲他最近动作很大，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林涛跟陈俊翰，因为我就讲昨天林涛在节目里面打死不讲那对夫妻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对干什么。那蓝白之间会不会因为这些弄到最后，真的就出现很大的裂痕？好，我们在分析试题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的这个核心，就你如果要把，因为蓝白混在一起嘛，你要把它全部头刀这样分开的话，要先抓到2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我认为国民党跟民众党过去各自争取的这个选票，现在混在一起之后，呈现了民众党内有2股声音，国民党内也有2股声音。那这4个怎么一刀切把它正确的分边？你如果问我就是空路的不同空战陆战的不同，因为现在要选举了，空战拿的票跟陆战拿的票不一样的。民众党内有2股声音，国民党内也有2股声音。那这4个怎么一刀切把它正确的分边？你如果问我就是空陆的不同空战陆战的不同，因为现在要选举了，空战拿的票跟陆战拿的票不一样的，所以过去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加上民众党的空军是他们最理想的蓝白合，但是现在遇到权位了嘛，那过去国民党也没有那个初选的良好习俗，通常都会常常会我让着，不然就是有一些也不知道来选干嘛的，补着人就不见了啊。但是呢，这次突然多了一个工具，假设我这个选区可以提名5席的话，我有4个稳定的，然后加上一个50-60%的。那我何不拿这个来换一个可能胜率会变80-90%的，就是我的陆战补给他，让另外一个空战过来。那这个人可能就会是民众党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对国民党来讲是牺牲20%的胜率去换20%的期望值去换一个更稳定的胜率，但对民众党来讲是0或100。所以这样子的引入这样子的战略引入，导致了民众党的加速分裂。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在台中，我们有一位女士叫这个杨宝珍，那杨宝珍要选的地方只有4席，她自己评估跟我看那个地方的数字，事实上是我认为胜算很大，她就刚好2蓝2绿2男2女的一个稳定结构。那杨宝珍进去会干掉谁？应该会干掉国民党的女议员，那可能年纪上也有一些差别，所以这个时候呢，理论上站在民众党的立场，全力支持为什么不支持？你会弄掉一个国民党的嘛？所以在这里注意听民众党的提名是国民党的决定，是国民党决定的。
民众党的提名是国民党决定的，不相信你问黄国昌，黄国昌说如果党内有小绿啊，那我离开。现在小绿都赶走了，所以只能当小蓝。民众党的提名就是由国民党决定。一个例子不够，我们看第二个，蔡壁如选彰化的时候，他讲什么？我民调比魏平生高我一脚都没有踩进去彰化，我以为卤肉饭是那个肉燥饭呢。那个南北用语都还不一样，他就要去选彰化县长。站在民众党的角度，最好的做法是什么？选到底啊！你民调都比魏平生高，好歹也比一下初选嘛。没有，弃械投降，然后再拿钓鱼线把他拉回来台中。为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花莲这个很明显，这个叫魏家燕的人啊，因为他们家族过去得罪了傅昆萁，所以魏家燕的提名在党部主委服从傅昆萁的号令之下，怎么样让魏家燕报请不挂国民党提名参选？就这么奇怪，消息出来隔3天。一个从来没有说过要选举的这一位余文不是马英九的余文，是柯文哲的余文，他就宣布要选花莲市长。如果说这个人过去是有选举的经验或者是企图或者是意向的话，比如说我就会讲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选一次台湾总统这个就是那我会来会不会选不知道，但我至少会让人家知道我想选举嘛。我们从来没有听维文讲过这件事情。然后他过去的工作也不是在政治工作上面，所以他等于是半路转弯进来的嘛。所以这个提名呢，刚好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傅昆萁的利益。那于是呢，就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提的这个叫试题分析，到底是什么东西切开这两派？空军跟陆战，空军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的是流量。然后呢，它因为流量上啊，我们刚好又面临这个共军的讯息渗透，所以你会觉得这群人特别红，特别爱骂。特别博眼球，特别在意自己上了哪些新闻，然后那个自己的直播人数有多少，有几篇按赞的这一群人。那另外一方面的这一群陆战的人呢，他们就会相对的比较重建设，不管说你要他的建设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大家，他会等言必称地方，然后他们各种擅长母语那桃竹苗的都超级会讲客家话然后云嘉南的都超级会讲台语，都比我还强。你想我真是跟你想的同款就那一种的。所以像这样子的空路分流了之后啊，他们就会开始为了提名权打架了嘛。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心有所指啊？好，所以呢，你看像这样子的像林涛，你可能会觉得他屁屁的好像是北部的小孩子。可是林涛在这样子的分类里面，他是过去的空战，但是呢，他其实整个过程里面，他并没有接纳红色的声音。然后接下来他也必须要去顾议员的选票了，所以林涛他现在要转过来怎么样？他要在空战的群体里面切一条，我比较顾本土建设，所以他就回头要打那个离他最远的人嘛，这个叫教战嘛。我以前选举的时候有一个议员候选人就不讲是谁，跑过来跟我讲说，我是教会的，我反同，然后你们挺同我们来吵架我们来吵架我们来吵声量，我们两个都新人，没人认识所以那个我们这个我后来就没有理他了，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故事啦。这我想老前辈一定也很熟，两个人大吵，两个人声量拉起来，可能都有助于各拿各的这样护台身价啦，护台身价。所以林涛今天看一看，他要找谁吵？他找于北辰吵，于北辰跟他可能其实是现在算有群他找万美玲吵。他最想找他吵，但是他最不能跟他吵嘛，因为他上一次拉起来的是他嘛，他又找了半天找一个没名的，不是就没有人比我会吵啊，于是他就高空炮拿过来，就直接开民众党嘛，所以他是坦白讲，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林涛是个聪明的政治工作者，没有什么比他选上今年年底的议员还要重要，所以他的动作策略必然是为了选举，而他选择的这个策略就是站在国民党的陆军去，他过去是国民党空军，但是他站在陆转空的过程里面，回头打那个离他最远的，所以造成这个声量。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了。但是从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去讨论的就是说，你为了打空军，我也是个擅长空军的我有在跑基层可是我就不会去接纳那一边的声音你没有必要利用他们去做这种张牙舞爪式的，有香港人跑来台湾打台湾人然后我们拒绝谴责他们这个。党内一片安静，就是为什么害怕你的网军还有红色的声音远离你嘛，让你流失力量嘛。但是冠霖是会跟柯文哲合作吗？民进党没有，我们在因为你有看他那边专访，有对，他生活讲出来，如果当时2024怎么样，那台湾就不会这么乱。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柯文哲现在是又想要跟民党合作了吗？没有，你认一下柯文哲的态度了吼。我们想象个状况，就是假如他现在在念之在之的，就是2024年当时的立法院长那一局嘛。我们想象一个情景好不好？如果2024真的时空重来，然后当时我们民进党的立委全部投黄珊珊，黄珊珊现在是立法院院长，你觉得会有比较好吗？大家认真想一想嘛，就是以柯文哲他的善变跟他们整个党的状态。我不觉得，如果今天回头看那样子，一定会比较好。可是柯文哲他重点不是这个，柯文哲干嘛？柯文哲是，这几年最重要就是那个牛肉面嘛。他一直在讲说什么这个。小英卸任以前请他吃牛肉面，我一直觉得似曾相识，后来去查，对，不是第一次讲，第一次谁讲？陈佩琪讲的。我要去查出来，陈佩琪之前受访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啊，你看哦，小英都请那个柯文哲吃牛肉面。所以柯文哲是把陈佩琪讲过的，再故意的讲一次，他不是多想吃那碗牛肉面啊，他是故意用这个来数落我们赖总统啦。他只要对照说哦，蔡英文都请我吃牛肉面，哦，你一上任把我抓起来，不是这个逻辑就不对嘛？我们一讲100次了，起诉书都看过了，判决书也看过了，就是因为你犯罪你才被抓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挥司法把你抓起来，那是因为你犯罪，你不要犯罪就不会被抓起来。所以这个是就故意的嘛。我回来讲哦，现实层面的，柯文哲现在干嘛？我认为柯文哲现在已经把年底选举可能会选不好的责任，跟那一条线已经把它画出来了。柯文哲是人精嘛，政治精嘛，你会画出说，如果我们没有14席，对啊，那就会泡沫化。观众朋友，你们知道一件事吗？我刚才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到今天为止，民众党的官网。目前全台湾所有的议员提名人只有58席，你们看听58没感觉对不对？上一次是几席你知道吗？80。上一次是86。2022年民众党提86上14，你告诉我你现在提58你要上多少？2022年民众党的声势，对，跟现在的声势，对，那个时候6都还有黄珊珊选举哦，黄珊珊选举，然后当时民众党跟现在的民调以4年前、4年后来比是几倍的问题吧？当时86%14%，现在58分之多少？所以柯文哲已经把那条线画出来了，要超过14席啊！如果没有14席，谁的责任？现任党主席是谁？就黄国昌嘛。我跟大家讲很有趣的事情是哦，这个论调我讲这个论调也没有特别稀罕，因为这几天大家也很多人这样评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民众党没有任何人出来反驳？那以前的状况都匹配给我啊！哦，我们在分化他们啊！哦，怎么样？没有。所以如果选不好，政党要有人负责，要有人扛。最后一个时间点，别忘了今年年底是这个民众党党主席，正常来讲要改选。那黄国昌是不是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形，就是假如大家预料的这个民众党不会选得如同2022这么好，那席次就会变少。席次变少，有人要负责，就是黄国昌负责。那黄国昌他也许就不会受到柯文哲跟支持者的青睐，让他们继续留下来当主席。那柯文哲可不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是他可以控制的，或他可以信任的，然后来接民众党？我觉得这个局已经往这里在发展。让他们继续留下来当主席。那柯文哲可不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是他可以控制的，或他可以信任的，然后来接民众党？我觉得这个局已经往这里在发展。OK， 那每一次讲到柯文哲前主席的一些想法，医生，我就一定要问一下你觉得他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样的药？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就急着要把整个民众党变现嘛。他自己说的那变现有2种线一种是钞票的线，一种是选票的线嘛。所以他必须透过提名的方式来跟国民党叫板，来换得民众党的最大利益。但其实，在政党的发展里面是正常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没有人事上面的合作问题，因为民进党就提名自己的嘛。因为民进党
在事情上面可以合作。譬如说我们军购案，它7800亿，本来民进党因为要过半嘛，立法院要过半，所以他有可能跟民进党合作这个7800亿的民众党的版本。后来国民党看到可能跟民进党合作，马上国民党就跟为了维持这个蓝白合，马上国民党就支持所谓的民众党版本，这就是一个案例嘛。那更何况就是在立法院其实通过很多的法案，其实是3党对柯文哲来讲，他心里想的应该不是。他谈的都是人事，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人的问题，他不可能跟民进党合作，民进党不可能给他立法院院长啊，直接讲国民党不可能给你啦，他8席就要立法院院长，你话料修管，到被打冷冻都白合一嘛，冷冻都白合一的情况底下，他只好自己推出人选嘛，这是他在2024年的结果，所以他重提这件事情，其实在这情勒国民党啊，情勒国民党就是说我也可以跟民进党合作，那我可以跟民进党合作的情况下。我用蓝白合来情勒你，所以我现在用提名，不管是竹北、新竹市刚才的花莲市，可能都会大量提名的情况下，接下来可能不只是这2个县市可能还有其他的县市议员，他可能大量撒下去的时候，那你国民党都要让给我啊，而且情勒蓝白合的情况下，他可以去挖到所谓的国民党的选票嘛，这才是他最大的目的，他的策略跟黄国昌特别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黄国昌在国会里面，他不断的就是跟蓝营的这个政策上面走嘛，在立法上面不断的跟国民党来合作，在人事上面，在议员的选举或者是县市长的选举，他就用母鸡、小鸡全部都让给国民党，让国民党觉得说我跟黄国昌合作是很愉快的。那在对于一个政党发展来讲，黄国昌这个叫卖党求荣嘛，但是柯文哲不能卖掉这个党啊，他除了这个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跟黄国昌在路线上面的不一样，包含他现在举出如果没有14席如果你黄国昌的承诺叫28席没有达到的话，那年底败选的负责，他现在就要推给黄国昌，而他在所谓的政党法的规范里面，他是可以选党主席的，所以年底民众党如果不如预期的达到所谓的黄国昌的标准的28席，柯文哲会不会回来接任这个党主席？而接任这个党主席，对于柯文哲的内心里面来讲，有政治上面的保护伞，对他2审的司法判决是他觉得是安全的，所以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不断的去推出这些相关的人选，主导整个民众党的提名策略？他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司法官司在做准备。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呢？因为柯文哲的变数显然比黄国昌要来得大，所以这整个蓝白合一路这样往下，不只是看和2026哦，国民党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寄望在2028，希望能够拿回政权。其实蓝白合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必要要件的感觉。可是柯文哲这个变数呢？我想这个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还是比较清楚如何在一个关键少数的政党，如何获取他政党最大的一个利益老实讲，民众党从一开始为什么柯文哲会讲到赖清德这一段，这个合作这一段？当然，陈智菡一直说林涛断章取义，但的确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蓝跟白台总统才刚不合，然后败选。然后多少国民党支持者认为是柯文哲在扯后腿，因为本来是有6点协议的，对，后来破局，后来然后2个选票加起来的确大于赖清德，所以大家就那时候国民党支持者对他负面观感很大，所以那个时刻民众党不要忘记我还记得那个选完那天晚上，我还跟冠廷在友台同台，还蓝跟绿都在思考跟民众党关系该怎么办。客观现实就是民众那时候有绝对的筹码，那所以民众党现在一样，到现在还是现在看起来是跟国民党合作。如果今天民众党真倒去跟民进党合作，前提是民进党愿意跟他合作的，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变成这个虽然是立院第1大党，但是没有过半数，很多法案推不动，那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筹码。那你说柯文哲要这样做，为了民众党的这个利益，我支不支持？身为国民党党员我支持。怎么说？蓝白合是你刚刚有价值、有理想、有干嘛？有一起合作。那但是蓝白就是蓝跟白就不同颜色，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不同政党。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上一次6点协议又没了这样子？所以提前的知道本来就有不同的立场，那让各自支持者自己来选择要不要跟民众党合作。那也让国民党的支持者理解，就是说不要把蓝白合视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它不是这么理所当然。在现在2026的地方选举或许还能维持，那我问2028呢？民众党会不会再派总统候选人？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那民众党要派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又开始6点、7点、8点协议的，对不对？
这个 PDS 嘛，所以呢，我会觉得，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刻啊，柯文哲，但我觉得回到现在，为什么柯文哲要去讲到这一段啊？因为的确，民众党对柯文哲是他最大的政治资产，也是他的最大的政治保护伞。如果今天民众党真的瓦解了，真的团灭了，柯文哲接下来不管他的官司，但我觉得政党不一定会保护到官司，但他的心理的作用，他会觉得我至少有一个这样子的政治实力在。他可以有维持他的影响力，但如果民众党持续削弱的话，那当然他的政治影响力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的议题，让国民党跟民进党再重新思考一下。不过现在看起来没有，最起码蒋万安在台北，你光看所有的相关一些的民调，蒋万安在台北蓝营跟白营的支持者都是高度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在台风放这个什么整备假这些，对蒋万安来讲会有伤吗？不只是伤不伤2026哦，甚或有很多人在讲说，好了，早一点有没有2028，晚一点有没有2032，这些对蒋万安来讲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吗？我觉得蒋万安现在的状态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他自己领先幅度很大，所以呢发生一些事情磕碰碰的啊，这个就算分数再扣，这个血条再减少，反正11月28号的时候，他觉得他比对手多1票，他还是赢。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完全是采取一种非常保守式的做法。就是说，在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不管对手质疑什么，他只要不去认真的探究那个问题的本身，而把问题导向蓝绿对决，把问题导向选举的政治斗争。那或者是说用一种类似比较政治上攻击的语言去模糊掉这些问题的话，那他就觉得这个攻击是最好的防守，是攻击赖清德、攻击民进党，就是他最好的防守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所有的问题，从今年开始，我们讲几个议题好了，像这个老鼠的问题啊，他就说这个是认知作战，南属北宋，对不对？把它政治化了。好，然后呢，这个密室脱逃、劳工的治安的问题，他说中央要定标准，然后又往中央那边去了哈。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包括台风假的这个问题好了，在台风假里面，那他当然可以按照过去的标准，也就是按照科学嘛，预报的数字嘛，但是他舍此而不为，因为他可能觉得今年是选举年，如果按照科学预报没放假，他怕被骂。但是他舍此而不为，因为他可能觉得今年是选举年，如果按照科学预报没放假，他怕被骂。接下来他说 OK 好，那他要放假了，放了假之后，事后证实气象预报是准的，其实那一天并没有达到真的放假的标准。这时候蒋万安立刻政治化，发明个语言说台风整备假，这就是把它政治化了。因为一般来讲，一个市长要检讨这个，他大可以告诉市民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哪一位专家、哪一个单位建议要放假，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事后检讨，他可以讲说，不行，我觉得我放的这个东西是对的，如果以后又有类似，我还会再放。这个是建立一个叫做制度嘛。可是没有啊，他发明了一个以前从来不存在，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的台风整备假，对不对？台风整备假是他竞选连任的政见吗？他如果连任的话，他要推动以后标准不到台风1天之前就要放，当然不可能他这样讲嘛，因为这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那你说他这样的策略有没有用？我必须说他这个策略是在优势选区生存有用。有人说，因为现在他在台北市嘛，他在台北市，国民党的血条够长啊，国民党的血够厚啊。你这个一点点扣血到11月28号之前领先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套路去到55波的选区，甚至去到绿的选区，其实是完全不行的。所以蒋万安他有志于这个总统大位，这一点我想很明显都看得出来，大家也不用否认。他也是极少数在第1任就想着要选总统台北市长，大多数台北市长是选到第2任他才会想选总统。那蒋万安他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其实他要回头去看他的能力够不够匹配得上他的野心啊。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蒋万安的问题是在于他想复制马英九路线，
因此他采取一种在优势选区超级保守，借用的选区优势想要连任。可是他在过程当中没有展现出他的能力，或许有点政治能力，是说会转移焦点，骂民进党、骂赖清德，然后来保护他自己。但是关于做事的能力，其实很空缺的。以前马英九他的成功在于马英九都用比他聪明的人，像马英九用了金溥聪，金溥聪很显然的在政治能力、手腕以及宣传能力上，每一样都比马英九好，所以马英九平步青云。可是蒋万安现在用的团队里面，他有没有启用大量真的比他聪明的人，真的比他懂的人，还是他把这些人都当成是他的下人呢？像这一次这个台风的事情，我非常惊讶，市长在灾害应变中心竟然直接说出，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他这种语言风格啊。他说，区公所没问题的话，我就当做你们已经万全准备哦，到时候不要给我说什么还要紧急调度哦。我看得很惊讶，因为你不是在灾害应变中心吗？你开会的时候，灾害应变是什么意思？应变就是紧急调度的意思。你是应变中心的这个主官，你是指挥官，你就是要来指挥紧急调度，竟然在灾害前你说到时候不要给我说要紧急调度哦，这个完全显示他连他自己在干什么，他的职责是什么，好像都不太清楚所以我是认为啦，蒋万安他要在往上选，他要当总统，首先要补强的是他的能力。他的家世已经点满了，他在国民党血统已经太纯正了，他的政治路是直接坐直升机平步青云上来了，所以他没有经过非常重大的危机的考验。那现在他呈现出来的态度，也许吧，在台北市可能行得通，但是走出台北之外，走出深蓝区之外，他这样的事情会导致他未来的路会出问题。那医生，今天媒体上也会报道，好，蒋万安最近在中联的致癌油的这整个事件里面，他发言很多，他直接都直指中央，包括中央要道歉，中央欠老百姓一个公道，类似很多的这些。那今天礼拜二，那《金周刊》有一篇就是在讲到中联这整个油，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尤其这些业者，你是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有没有任何的隐匿甚或数据这些，包括像卫福部长好像最近有讲说那个数字，大家在质疑说他们要查。有甚或有没有不只是单纯有没有延宕，然后有这些甚或数字有没有一些问题？今天这篇媒体报道里面，他点出来的问题是什么？点出来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讲，我都已经说《食品安全管理法》的第7条，所谓的厂商的自主管理，这一定要修法啦。因为厂商一定在商言商，他考虑的是他自身的利益。你要自主通报给地方政府。对，所以他会延迟通报将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你说中央或地方政府有没有问题，这些问题，我说真的，在2个礼拜里面，如果我们可以迅速的处理，已经算不错了。重点是为什么延迟通报2个月，这才是严重的问题嘛？因为延迟通报会有更多的产品出去，你在所谓的查气下架的复杂度都会很高嘛。所以重点在厂商的第一时间这个通报的问题，而厂商第一时间为什么没有通报，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问题哦。今天周刊报道就说，因为这个中联集团它虽然向下提供了这3家厂商的油，而这3家厂商其实就是中联集团的一些大股东们嘛。其中有一家叫泰山集团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泰山集团，它其实背后的大股东是龙邦建设，它也不是食品业者，它根本没有食品业的专业，它只是因为炒作相关股票取得了泰山的控股，泰山再透过泰山的控股控到了中联集团的这个管理权里面嘛，所以里面一个叫于林聪总经理，其实就是过去泰山集团的这个食品部的干部，而他就是背后龙邦集团的人嘛。而龙邦集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龙邦集团他就是建设炒作土地的啦。他背后的大老板叫朱国荣，曾经犯下所谓的违反内线交易全台湾最高金额交保4亿保金，弃保潜逃。4亿一都没得搞4亿直接给你法院罚他1.6亿，你觉得对厂商来讲会有伤害吗？所以对他们来讲，罚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如何掌握第一个时间的讯息，可以通报中央地方，让中央地方可以去做查气的工作嘛，这才是重点。所以包含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它还牵涉到股权的争议，为什么会延迟通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就很清楚了。
5月13号南桥就已经查出来了哦，南桥也没有通报给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然后告诉了福寿，福寿在转支了中联油品，中联油品在6月15号，他们还开了一个食品保全的联系会议哦，而这些所谓的泰山、福寿跟福茂的油品都有代表参加。但是谁压下来了？就是这个于林坤总经理压下来，中联的总经理压下来。为什么压下来？因为他们在6月24号，大家看一下6月24号这个时间点，中联召开董事会要改选董事长、总经理，因为他们要连任啊。要续任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啊，所以他不希望事件爆发之后，让这些所有的董事不愿意让他们去担任，所以竟然为了自己的权利，然后为了自己的位置，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到这些油品。所以后续7月1号知道之后，我说真的啊，中央地方有没有问题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积极的去做相关查缉下架工作。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呼吁这个蒋万安说要开国安会议，不用那么高，因为所有的这些厂商的问题，现在检调都已经在积极侦办中。然后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在法律上面，在修法上面，我们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的第7条，自主管理的权利要不要从厂商这边收回来？我们可不可以从厂商所设的检验室，还有中央所授权这些检验室，这些检验室一查到有异常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中央地方可以马上知道，可以配合厂商继续做复查的工作。而查出有这个违规标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马上的去做下架的工作嘛，才会迅速而确实嘛，而不是像这个时间表上面所列出来的，5月就知道有了，但是到7月我们才知道。委员，今天在野阵营就是蓝白在立法院动作非常大，包括拿标语了，因为今天卓奎是那时候朝野协商，然后今天要请卓奎去做专案报告。当然，在野阵营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巨大，然后圣火喊下台，很多这些，要凸显出哪一段？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油的问题，其实这2个礼拜也讨论得轰轰烈烈的。那终于等到立法院的这个食安的专报了。那当然大家希望就是说，譬如这4到6个月这些问题的油，因为的确因为这样预防性下架之后，它的这个所谓的吨数不断的把它上升哦。那大家当然想知道它的流向怎么样，因为包含今天啊，连知名的小笼包店也中枪了嘛，对不对？那大家会觉得说，我从这个饭团。然后到这个生活用品，然后到小笼包店，大家都开始有吃到问题油。那希望这个行政院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当然，我觉得行政院调查是一回事，但今天这个卓奎的确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有点不近人情啊。他是怎么讲？他就说这个由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他其实行政院一直以来都有很实际的作为。好，那很实际的作为，那接下来民众还是想要问，虽然知道行政院有作为，但有问题的油还是流出来的。我们现在还是有可能会吃到有问题的油，那我们要如何避免？当然，行政我必须客观说，他有提出很多的未来要怎么处理啊，对不对？但问题是一开始源头这部分，那其实这样包含今天王玉明委员有讲啊，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蔡英文总统刚上台的时候，那时候是有食安风暴嘛，花了10亿元做食安云。什么是食安云？就是这些都有问题的东西，有这些产品它都有它的历程，然后上云端之后就可以知道它整个过程里面。那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过去食安5环的这样子一个政策，在这一次问题又破功了嘛？所以破功之后，大家才会觉得说，才会有老百姓才会有这个气氛在啦。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在野党当然会抨击嘛，因为的确行政机关就没做好嘛。那没做好，接下来你告诉我们怎么改善，以及怎么把现在的问题给解决嘛？当然，所以我觉得。我知道行政人员都很辛苦，公务人员都很辛苦，但老百姓要的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嘛。来，观点。简单来讲啊，这个在野党逮到油的这个议题，然后做政治攻击，年底要选举了，合情合理。可是人民会看的事情是你打的有没有道理嘛？我先讲2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今天早上在那个立法院啊，罗智强的质询就毫无道理啊。我刚才委员讲了，我认同。我觉得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怎么确保民众在市面上买到的油或吃到油是安全的嘛。所以现在行政院做什么事情？食药署现在在干的最重要，
就是至少治标，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就是预防性下降啊。所以从这个一开始的几百吨，然后到现在是27532公吨，预防性下降。那预防性下降就让大家买到的油要是安全的嘛。预防性下降这一题，罗志强居然今天在那个立法院质询啊，他骂的角度是说，哦，你这个预防性下降到2.75万公吨的，代表政府失灵了。不，那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完全不下架。你们说吃到市面上有可能吃到有问题的油，预防性下架多了，你说政府失灵了，那话都你讲就好了啊，这个就是无道理的监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那接下去我觉得检方一定要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因为目前还是有非常多的疑点哦。我先讲知道的事情。6月15号这个中联的这个品保会议上面，已经知道超标4倍了。那后来他们就是并没有把相关的回收。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事情是，包含内部资料，他早在4月22号送验结果合格的这一个问题，因为送验结果合格只有2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他真的送验了，在前端这边，然后也真的出来合格了，那后面发现有问题了，那后面去掩盖是后面的事，但前面真的合格。可是第二种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其实当时的送验，检方现在怀疑是中联的检验从头到尾是造假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间公司恶质到他真的连检验都是造假的，你要苛责政府，当然我觉得政府都应该被大家骂 ，OK。可是回来就是这样子非常令人觉得恶劣的公司，他一定要把真相查清楚，然后社会要去唾弃他嘛。他真的连检验都是造假的，你要苛责政府，当然我觉得政府都应该被大家骂 ，OK。可是回来就是这样子非常令人觉得恶劣的公司，他一定要把真相查清楚，然后社会要去唾弃他嘛。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油槽产量是1289公吨，可是他为了要淡化跟规避回收的责任，因为对厂商而言，他填的少，回收就可以少，成本就可以节省嘛。结果只填522公吨，少了767公吨，这个也非常恶劣。这个我觉得未来也要把相关的真相给社会大众知道。最后一个我讲，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法规上面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责任，那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身为就是执政党也难辞其咎，我们要把它照顾人民。可是国民党当你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重点的时候，你要打得有道理，你打出一个到底中央哪里有疏失，哪里做得不够好，未来能够怎么把它做到更好，那人民会给你掌声。可是像罗志祥今天早上这种质询的水准，我觉得不会对他们有加分。来，尚公，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今年又碰到大选年，是那所有相关这些议题，当然在立法院民众看到强烈的抗争啦，或所有这些，那对于未来，好了。不应该是单纯讲政治，这是食安，对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安，就是国安的一些问题。可是不可讳言，它在政治氛围上面，或是年底的选战会有什么影响吗？当然就是要制造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感的下降当然一直在操作这个议题啦当然食安的问题一定是人民感受最强烈的议题，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一次的第2层到店家，对那个非常广泛我相信大概10个人里面有9个人吃到跑不掉吧，因为你看那个。你到高档5星级餐厅，你也会吃到啊。你到高档餐厅，你也会吃到一般小吃，你会知道。你去买那个有些食品店，你去买东西也会买到所以它的层面很广。越是广，当然大家的操作的空间越是大嘛，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操作，它根本不是一个相对食安上的理性讨论。比如说。我们知道食安法的第2章所谓的各级主管机关总共23个，因为中央1个，各市县市政府嘛，22个县市嘛，总共23个主管机关。请问你哪一个主管机关主动验出了这一批油？当然是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说，这23个主管机关看到这边在推那边，那边在推那边的时候，突然在想。你们不是23个都是主管机关吗？你们在推什么？
啊，你们有哪一个主管23个主管机关站出来，谁主动去查验把中联的油，这还有那3家的油查出来有问题的？23个没有一个OK， 第一个他是没有一个。所以大家在讨论第7条的时候，就是业者主动通报，所以没有主动通报，所以罚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哦，第5条23个主管机关主动查验了，结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到的是，在政治上操作，中央一定比较倒霉，因为中央政府是行政部门，它的卫福部是最高机关嘛，好。县市政府嘛，所以大家操作一定操作这一边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如果真的要论责任，是我们想把那23个主管机关都骂。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那周奎今天已经讲了1个礼拜以内要完成所有的检验。刚才易善一直在关心那个第1条修法的问题。对你不能完全都寄望自主要去做相关一些通报，那这些法令那要怎么样一些修正？但对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希望能够在1个礼拜以内完成检验，那吃的能够都让大家安心的一些的食品。好，那这整件事情未来还会怎么样？对政治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呢？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刚才一开始所看到的，包括政治上各自阵营里面或是个别候选人一些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兄弟姐妹，我们明天见，拜拜。